1月份 Black Friday， 聖誕又過咗，農曆新年又未到 ，suppose 就係購物欲低沉嘅時間，但偏偏今年嘅1月 ，Apple 嘅 Mac Mini 銷量突然爆升，仲一度斷貨添。原因竟然係因為一個 open source 嘅 AI 工具，有人甚至買咗12部 Mac Mini， 同時 run 12隻呢個 bot。究竟係咩 AI 工具咁黐線？大家好，歡迎收睇 NIT 啊，我係 Anita。大家有冇聽過呢期爆紅嘅 Claude Bot？ 或者拍片嘅前2日，即係1月27號，因為 Anthropic 嘅要求，已經改咗名做 Moltbot 啦。係嘅 ，Claude 同 Claude 嘅讀音係好似嘅，好容易俾人以為佢哋有關係。佢可以幫你處理 email、睇 Twitter， 係 X 先啦，甚至係 download 個 AI model 落嚟幫你試。總之可以喺你部電腦上面做到嘅，佢都可以做到。而且唔係好似傳統 LLM 咁，你叫佢先喐，佢可以幫你及住有冇重要嘅 email， 有就話你知，而且係用 Messenger， 即係 WhatsApp、Telegram、Discord 等等嚟同佢傾偈。就算你出咗街，甚至睇緊演唱會，都可以叫佢做嘢，仲要係免費 Open Source， 簡直就係大家期待咗好耐真正嘅 AI Assistant， 仲唔充？直頭有人俾埋 trading accounts 叫佢玩添。但係究竟 Claude Bot 或者我哋叫翻佢做 Moltbot 啦，究竟係唔係真係咁勁，定係又係另一個炒作？今日我會同大家一齊睇下佢到底係啲咩嚟嘅，佢可以做得啲咩，有咩地雷位，解構一下大家嘅2大迷思。最後最重要嘅就係私隱安全問題，點樣用先用得安全？咁我哋而家即刻開始。Claude 讀死人咩？咁首先咩係 Moltbot？ 簡單嚟講，佢係一個 AI Assistant， 填補咗 LLM 同實際行動嘅空缺。佢同以往自稱嘅 AI Assistant 嘅最大分別係，第一，佢係喺你嘅電腦上面 run， 不過就唔係你喺個電腦畫面見到個 Siri 咁嘅物體，而係 integrate 落去你個 Messenger 度同你傾偈，等你指令。第二，佢有 persistent memory， 但個 persistent memory 係 save 喺你部機度，你可以隨時開嚟睇。甚至可以篡改劇情，而且佢仲會喺做 cron job 同 background task 嘅時候參考個 memory， 唔單止係用喺對答上咁簡單。第三，佢係 proactive， 會主動 message 你，唔係你問佢，佢先答翻你。佢可以自己定時 check 你嘅 email， 每朝 send 嗰一日嘅重點俾你，提醒你收到 urgent 嘅 message。呢個 project 係由一個 solo developer 開始嘅 ，GitHub 出咗2個月，已經超過8萬個 star。安裝就超級簡單啦，只要行一句 command， 個 installation 就會自己幫你裝晒啲嘢噶啦。裝到最後佢會問你用咩 model， 咁我之前 Kimi 嗰邊仲有啲錢剩嘅，咁就用埋佢啦。咁俾翻揀咗嘅 model 嘅 API key 佢啦，之後用咩 messenger， 揀咗之後呢，佢會簡單教你點樣拎佢要嘅嘢噶啦。咁我就跟佢整咗個 Telegram bot 啦，仲有需要邊啲 skill， 咁我就淆底嘅，睇定啲先俾啲 skill 佢用啦。咁後面嗰啲呢，揀翻晒 default 就可以噶啦。成個 setup 5分鐘入邊就搞掂啦，已經可以喺 Telegram 度同佢傾偈啦。佢會有個 Web UI with Token 嘅 link 嘅，用佢就可以 access 到個 dashboard。咁如果你有 skill 想裝啦，有 config 想改，或者有新嘅 LLM 想駁呢，全部都可以喺呢個 dashboard 度手動做嘅。又或者其實簡單啲，你可以喺個 chat 度直接叫佢自己去做都可以嘅。睇下啲人點用佢先。有人用佢 mon 住 Trello、email、GitHub repo， 有重要嘅嘢就通知佢。有人用佢嚟 send cold email，send 咗500封，有43個回覆。要做到同樣嘅嘢，以前起碼要用300蚊美金，依家12蚊就搞掂啦。有人用佢嚟 fix bug， 佢自己 pull code 行 test、fix 再 test， 然後最後 push， 仲識得喺相關嘅 doc 度揾 context 添。有人用佢 mon 住身邊嘅人嘅 update， 邊個生日，邊個啱啱轉咗新工，邊個揾緊 business partner， 全部都可以 update 俾你知。我見過最勁嘅係佢可以喺發現 open table 唔 work 嘅時候，自己諗到話用 ElevenLabs 去打電話 book 台添啊！呢條友又叫佢每一晚自己 build 啲嘢出嚟去改善佢哋嘅 workflow。咁有一朝呢，起身佢就見到佢多咗個樣，再另一朝呢，就再見到佢用語音嚟講嘢添。除咗佢做到嘅嘢有好多之外，佢仲有好多優勢嘅。第一， open source 可以喺接近任何嘅地方度 run， 同埋佢係免費嘅，要俾錢嘅就只係你 LLM 嘅 subscription。你可以 run 喺大部分嘅電腦，
包括 Mac、Windows、Linux， 甚至乎係 Raspberry Pi。咁有啲人就話可以用 VM 嘅 micro instance 嚟做免費仔嘅，但係我自己就試過連裝都裝唔到啦。咁可能依家太多人想做免費仔啦。Micro 嘅間房嘅 CPU 頂唔順啦，咁但係其實都仲可以喺 VPS 度 run 嘅，都係大概每個月$5到嘅啫。第二，可以自定性格，佢有幾個 Markdown file 記錄住包括有 identity 身份、memory 記憶，而最得意嘅係 soul.md 會係佢嘅性格，你可以改呢個 file， 改變佢點樣溝通，佢有幾主動同埋佢嘅 tone。第三， deep integration。你如果要自己做一個 AI assistant， 唔係唔得，不過要逐樣嘢咁駁，又慢又嘥時間。而佢自己跟嚟嘅已經有各大嘅 Messenger 啦、Gmail、Outlook、Google Drive、Dropbox、Twitter、Notion、Spotify。佢仲可以有自己嘅 Chrome instance， 可以上網揾資料、填 form， 慳咗好多時間。第四，由於迅速爆紅，所以有好強大嘅 community， 有 ModeHub， 即係之前嘅 Claude Hub。其他人會將佢哋寫或者 Vibe 嘅 skills push 上去，本身佢駁咗嘅 skills 已經好多啦，再加埋 community 嘅力量，佢仲有咩做唔到？ GitHub 上面有200幾個 PR， 幾乎每一日都有 update。第五 Cronjob， 佢突破咗一直以嚟 AI assistant 要叫先會喐嘅情況，變成咗佢會主動 send message 揾你，每朝提你有咩要做，有重要事要處理嘅時候，主動話你知，就好似多咗個秘書咁。而呢種主動性先係我哋講 AGI 嘅關鍵。咁但係佢都唔係完美嘅，甚至距離完美仲有好遠嘅距離。首先，由於佢只係 launch 咗2個月，而且係由一個 developer solo 整出嚟嘅，好多人用起上嚟會發現好多 bug、crash， 甚至係 loop。GitHub 上面有超過500個 issue， 最近仲有好多佢嘅 gateway expose 咗出嚟俾人發現 API keys 同 logs 嘅洩漏。咁我自己就試過啦，佢自己改自己個 config file， 改炒咗，最後連 start 都 start 唔起添。另外佢會有好大嘅燒錢嘅風險。有一位 YouTuber 話佢一晚燒咗$170，點解會咁？因為佢係 proactive， 會不停咁 run task， 加上有唔少嘅 bug， 有時會撞到 bug 而係咁 loop， 咁就可以輕鬆燒咗幾百蚊啦。其實如果你有玩開類似 Claude Code 嘅 agentic 嘅 vibe coding， 應該都會知啲 token 可以燒得有幾快啦。如果你係用 API， 咁就會係 pay per token， 即係冇封頂咁燒。所以我會建議用翻啲 subscription 或者要入錢 top up 嘅 account， 起碼有得封頂啊嘛。而我亦都有見過有人話佢嘅 persistent memory 唔知點解係有 bug 定係點樣啦。有時要重複提佢同一樣嘢，例如你幫佢駁咗好幾個 LLM 咁啦，佢會好似成日都唔記得幾時應該用邊個咁，要每次都 prompt 佢用邊一個，咁可能都係同多 bug 有關啦。呢個就唔知啦。總之呢個唔係一個 production ready 嘅 software， 唔好諗住放心交晒啲嘢俾佢，佢係俾 early adopters 有能力 troubleshoot 願意試新嘢嘅人。等我拆解下暫時我見到啲人對佢嘅2大迷思先。第一，係唔係一定要用 Mac Mini？ 答案係唔係嘅，但絕大部分嘅人都唔會想呢個時候用自己部電腦去試，因為實在太危險啦，所以會想用部乾淨嘅機嚟試。但其實任何 Mac、Windows、Linux、Raspberry Pi、VPS 都可以做到。至於 AWS 同 GCP 嘅 VM， 我唔肯定免費仔嘅 Micro 得唔得，因為我裝嘅時候扯爆晒 CPU， 但肯定嘅係 small 嘅 instance 一定得。只不過係因為 Mac Mini 靚仔，而 set up 又有晒 native apps 可以直接 integrate， 而且喺 server 嚟講佢價錢算係平，所以先會有咁多人用 Mac Mini 嚟試嘅啫。咁如果你有部舊 laptop， 其實好大機會已經可以做到噶啦，除非你要自己 run 埋 local LLM 啦，咁就另計啦。第二，有人話 N8N 咁就可以收得皮，我就覺得係2樣嘢嚟嘅。N8N 係一個 workflow automation， 用 Node 嘅形式去幫你砌 workflow， 而 ModeBot 係一個 AI agent， 會聽你嘅形容去幫你做你要做嘅嘢。咁所以反而係 ModeBot 可以用 N8N 嚟砌 workflow， 而唔係取代佢。嚟到最重要嘅部分啦，就係到底 ModeBot 安唔安全呢？既然佢可以做到嘅嘢有咁多，咁代表如果佢出事，後果可以好大鑊。你諗下，佢可以 access 你嘅電腦、你嘅 files、你嘅 accounts。如果佢黐起線上嚟，真係唔係講笑。唔好話佢依家有咁多 bug 同漏洞啦，
淨係講由個 LLM 去主導晒所有嘅嘢，已經夠容易出事啦。首先第一個安全考量，喺邊一度 run， 有4種選擇，每一種都有唔同嘅風險。第一，最危險，直接喺你部電腦度 run， 佢可以 access 到嘅嘢有你成個 network， 仲可以 access 埋其他 device 添，你所有嘅 files， 你嘅 keychain。雖然你唔俾晒所有嘅嘢俾佢，佢做到嘅嘢真係會少咗，但係起碼喺呢個 moment 啦，佢仲有咁多安全漏洞嘅時候，真係唔好俾晒咁多嘢佢啊。第二個 option， 獨立電腦，除咗同你用緊嘅電腦分開之外，最好就係入面乜嘢都冇嘅，所以大家先會買部新嘅 Mac Mini 嚟 run。咁除咗個 network、keychain 之外，你啲 file 唔會俾佢掂先啦。第三個 option， Docker 或者其他 virtual environment。可以喺你部電腦行 Docker 或者其他 virtual environment， 咁雖然係好過就咁喺部電腦度裝嘅，但係 container 都會有 escape 出個 host 嘅風險嘅，雖然就唔高，同埋啲 resource 始終都係用緊自己部機，始終都唔會係100% 安全嘅，但係呢個選擇都係可以嘅。最後一個 cloud 或者 VPS， 呢個就除咗你 grant 俾佢用嘅 skill 之外呢，其他嘢佢真係掂唔到你啦，連個 network 都唔係同一個。不過要小心個 firewall 嘅 setting。之前有人掃到啲人嘅 Mostbot port public 咗出嚟，雖然話就話要有 token 先入到個 dashboard 啦，但其實呢類嘅 token 對 hacker 嚟講輕鬆就破到，而入面有晒你嘅 key 同 password， 甚至個 Mostbot 係有晒你部機嘅 full access，hacker 點會放過啊？第二個考量 MostHub 即係之前嘅 CloudHub， 係 Mostbot skills 嘅 marketplace， 上面有 community 整嘅 skills。既然係人人都可以 publish 上去，咁自然上面就會有好多病毒或者寫得唔好有漏洞嘅 skill， 咁其實好危險噶，因為 Mostbot 本身就有咁多權限，個 skill 偷到或者喺你部機行到嘅嘢就多啦，所以裝 skill 都要小心，可以選擇啲信得過嘅作者，或者如果識睇 code 嘅話，自己做個 code review。有啲人會 suggest 叫個 Mostbot review 一次啲 skill 嘅 code 再裝，呢個做法係基本嘅保障啦。但如果有心 hack 你嘅話，其實係可以喺 code 度做 prompt injection， 所以都唔係絕對安全噶。最後亦都係最危險嘅，就係你俾咩 access 佢啦。當你俾咗你個 Gmail、Google Drive、Twitter 俾佢，咁佢就可以用你嘅身份去 send 啲奇怪 email 俾你嘅 contact， 喺你 Twitter 度 post 啲唔係你要講嘅嘢，偷睇你 Drive 入面嘅私人檔案。所以我覺得起碼喺呢個佢未係好成熟嘅時候，唔好俾你嘅真 account 佢。我自己咧就幫佢開咗個 Twitter account， 雖然佢就只可以幫我睇同 summarize， 但係換嚟嘅係安全啊嘛。另外仲有少少安全建議嘅，第一，定期 run security audit， 第二，用啲 update 嘅大公司嘅 model， 嗰啲多數做咗 hardening， 防止 prompt injection。第三，limit 可以同你個 Mostbot 傾偈嘅人或者 account。第四，要求佢做任何動作之前都要俾你 review 咗先。呢度仲有人哋喺 Twitter 度 post 嘅安全建議 show 埋出嚟俾大家參考啊。總之，雖然 Mostbot 好勁，但係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千祈唔好盲目俾晒啲嘢佢啊，尤其是你嘅私隱啊。呢條片唔係想話 Mostbot 有幾神奇，唔用唔得，唔用就落後就執輸，亦都唔係想講話佢有幾危險，恐嚇大家唔好再用，而係希望大家喺感受新產品嘅同時，可以冷靜，好好保護自己嘅私隱。佢唔係 perfect， 但係絕對係革命性。呢一個係第一次我哋有一個真正接近 AGI 嘅 assistant。佢唔係升級咗嘅 ChatGPT， 而係一個完全唔同嘅方向。咁你又會用佢嚟做啲咩呢？喺留言度分享下，仲要記得 like 同 share 我呢條片。未 subscribe 嘅快啲 subscribe 啦。咁我哋下次見啦，拜拜。